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d Soul Learning， 我们的星际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恩和荣幸，我们一起来到星际学院当中继续我们的学习。我是 Star Seed， 大家也可以叫我 Akila。我们会在学院当中呢，一起通过生命当中的认知啊，生活当中的经验和具体的感知，来连接我们灵性当中学习的各个课程和各个部分。希望通过这个频道，可以跟大家不断的在生活当中深入，在生命当中扩展，在灵性当中增长。让我们在这个离火时代，在这个末法时代，有心灵的医治，共同的提升，以及共同的完成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美好的显化和生命的灿烂的体验。今日我们的主题呢，是承接着我们的上一集啊，我们在上一集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下离火时代、水瓶时代五维度的星球，五维度的地球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当下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振动频率当中，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承接我们的上一个单元，来看一下那在这个五维度当中啊，所谓的五维度的地球啊，我们新的世代当中，我们的生存方法、生存指南又是什么呢？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期帮助大家厘清脉络，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可以参考的标准、指标以及水准，让我们在未来的生命当中有非常美好的医治的同时，也设立更好、更明确的目标，让我们共同在这个状态底下加速我们的前进。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承接上面一集啊，我们在上一集当中一起了解了我们当下这个地球在一个五维度的状态底下，在离火时代、水瓶时代，有可能我们都会遇见各种各样帮助我们身心灵觉醒的契机，让我们开始顿悟、了悟和进入修正的体验。那我们今日呢，也一起重新来温习一下五维度的时代的背景参考是什么。首先在整体的部分呢，我们的业力加速运转大家可以比较明确的体验到，就是当下的时间变快，我们整个空间当中的质量变多。比如说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啊，3分钟到5分钟，我们经历的东西，我们所产生的念头，也包含了我们要去对接的人事物正在成倍数的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去实在的见证到所谓的业力运转加速是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果循环也正在加速。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快速通过我们的念想去产生事件啊，产生我们的行动，并且快速的收获相应的果。那由于时间的运转已经加速了所以很多事件的突变度将会变得很大。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念力回弹为我们产生的影响。水瓶世代是一个展现真我的世代啊，更多的朋友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开始更加锐利犀利地展现出他们真实的状态，并且呢不再加以过度的掩饰。人事物愈发的可以回到本真的状态啊，但是有可能也会直接的更加锋利的去展现出它锐利的一面。所以我们在上一期也讲啊，在离火时代有可能很多的火气啊、冲突啊、言语上的一些针锋相对啊会比较容易爆发，这也是连接着当下这个世代我们会更加容易产生和体会到的状态之一。那紧接着在这个离火时代我们也讲了随着时代的更迭，有很多新兴的产业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快速茁壮的生发，当然也会带来我们这个产业的迭代，所以有一些旧有的有可能不符合这个时代频率和状态，不符合我们内心当中认知和审美标准的事物将会被慢慢的更迭。这些迭代产生的时代痕迹会更好的从侧面加速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破除三维的矩阵，来到我们心灵觉醒的新章节。刚刚我们聊到的是整体的氛围和状态，下面我们从我们的身心灵3个部分来看一下这个时代的大背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在身体的层面，从3维度到5维度的这个震动以及我们这个星球当下的这个运转状态，有可能更多的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不适。那其实当下我们这个地球呢，并非是非常有利于和适宜于人类生活和居住的状态，主要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我们的心念所产生出的集体的业力和氛围的影响。所以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多少会感受到身体的不适身体的焦虑和紧绷我们在这个3维星球有可能之前也经历了这个传染性的流行性疾病的升级。
那当下这个阶段呢，针对于业力方面的疾病也会增多。比如说过去一个阶段，我们常年的心态和习惯形成了某一种身体方面的问题，在最近这个时间段会集合的爆发出来。当然这并不是对于我们人类的某一种诅咒，或是某一种不幸运的震动和影响好，这些我们身体方面实实在在的变动，或者说身之苦我们说身意难忘嘛，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大事小情都会很快的去刺激，以及有可能震动到我们的灵魂，体悟到更多。因此加速这种我们身体当中的变化，也是觉醒或集体觉醒的一个重要条件。并且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已经觉醒了，所以伴随着觉醒，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脉变化，然后有可能是这个四大假合的转化，以及我们在各个脉轮或和我们的各个能量场上，包含了跟过去业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上，都会有一些改变。因此我们也需要非常的注重和保护我们这个灵魂的圣殿，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在当下这个世代呢，首先呢，祝福大家身体安康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最近更好的去关注到我们身体的呼唤，我们身体的声音，更好的照顾和跟我们的身体共处那在心灵的这个层面相信大家都有感受我们的心灵在变得逐渐的更加的敏感，而且随着我们的觉醒我们在接触三维环境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容易紧张，会变得有一些躁郁以及焦躁等等。尤其是生活在都市当中的朋友我们没有办法去更频繁的接触大地和接触自然环境，因此呢，我们自身必须要形成一个可以说是排毒可以说是净化的系统，才能够帮助我们在心灵上得以整合和疗愈。随着我们这个离火时代和水瓶时代的展开，我们会更多的感受到当下我们注意力有可能更多容易分散，并且呢，有可能当下我们所接受的这个信息也是分散的。当下有很多流媒体或者说当我们去接触到很多电子设备背后的信息，它的振动频率的时候，会让我们去感受到这个注意力慢慢的在变得弱下去。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引起警觉，我们的元神呢在被影响和消耗以及打扰，我们更需要在这个时候集中我们的心念，集中我们的心力，去疗愈好我们的心灵状态。在外在上来讲，我们这个离火时代水瓶时代会让我们的机遇变多，但是也会让我们感受到越发的有一种人心不古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是求知求机遇的，求科学的，也是正在追求心灵上的扩展和成长的。越是在这样的环境和纷扰之下，我们开始去正视心灵的存在，感受心灵的存在，和重视我们跟心灵之间的连接。非常的期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越来越多的灵魂可以进入灵性的觉醒，在灵性的曙光当中迎接我们生命真正的黎明。身心我们讲了一下，我们来聊一下在灵性的层面是怎么样的。那这是一个我们讲灵性觉醒的黄金时期所以严格的这样的一个风潮有可能我们的身心灵修行有可能我们的所谓的疗愈和修心将变成一种真正的时尚。Stacy 相信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sign， 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在告知我们三维星球我们的人类的灵魂，或者说告知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当下的灵魂，我们已经迎来了非常好的机会，去真正的走向灵魂的实相，灵魂的真相。在我们去相信和正视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已经得到了机遇。而这个时期呢，我们也要防治一下所谓的怪力乱神。比如说有很多的修行法门，很多的修行方式，越是这样一个有点迫使我们去急于求成看到曙光的时期，我们越是应该注意一下，保持正心正念。我们修行也要去严格一些比较好的医旨有善的方法、善的医旨、善的知识以及正心正念的加持，我们就有了足够的机会迈进5维度以及跃向更高的维度。在这里祝福以及鼓励大家不断的在这条灵性觉醒的路上向前迈进，成就收获与希望满满。那在这样的背景板底下，我们当下的状态，我们时代的状态，我们未来有可能将会面临到的一些机遇已经展现在大家眼前。好，那我们的生存指南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啊，当下这个时代属于福报时代啊，我们进入这个离火时代，是9运当中的最后一运。好，就像是一件事物的立体循环一样啊，走到最后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黄道12宫当中的第12宫，对应的是双鱼星座啊，它所对应集合和反射的是前11宫位。有可能是星座，有可能是能量全部的集合，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当中带有很大的业力方面的震动、平复和影响。所以同理啊，在我们这个9运到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9运也集合了前8个运元，带给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带给我们心灵和我们轮回当中非常多与众不同的体验。这当中有可能也牵涉到毕竟我们9运是180年当中有家族业力，当中有一些历史环境的影响、社会背景的影响，但集中在这个9运当中，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里边很好的去透析过去，平衡我们的心念，平衡我们的福报。因为这个9运9子离火大运是一个积累福德的时代，是一个福报变现的时代。如果过去我们讲的是知识变现或者是资产之间的对接和运营那在这个时代我们比较讲求的是快速积累福德，以福德变现所有你想拥有的东西，包含了幸福指数，包含了金钱，包含了我们在灵性上的觉醒和扩展。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显化单元也讲过猛烈的践行，精进而不懈。那我们这个践行在践行什么？我们在积福与积德，用正心和正念来灌注我们的灵性能量，致使我们的整个灵性，包含了我们的身心和灵，共同的打开我们的超强福报、超强福运，以及更快的吸收和显化我们想要拥有的未来。这当中也包含了心灵的觉醒和突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比较需要去注重我们的心念和欲望啦。每日的起心动念可以说是以亿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分每秒我们的心中产生的念头也会积聚成为一种福报指标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动正心正念，或者说减轻我们的心念。那我们呢也分几个部分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心念和欲望的这个影响。第一个部分在金钱和爱情的部分这是我们在过去一起读牌的过程当中最多的会分析到、阅读到和觉察到的部分因为这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好，那比如说我们说名利情嘛，当我们这个名利感情的关口到来的时候，这是欲念的考验也是模考纷至沓来的一种现象。当然我们生而为人在三维世界，亲情、爱情、友情，我们的金钱、事业、健康都是我们最注重和在意的部分，这也是我们福报最集中影响和投射的部分。那大家呢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以及我们的福报的积累，美好的去拥有和体验这一切。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心念和欲望的这个部分并不是让大家不产生相应的欲望，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难。如果有相应的福德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实际的系统的学习和淬炼，包含了我们要有比较好的环境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有福德和福报的灵魂可以进入宗教的殿堂，去开始他们的心灵体验和至高的修行。那我们在家人，比如说我们在家中，在这个入世的阶段我们要跟社会打交道，跟人打交道，我们要跟自己、跟我们的欲望、跟我们的健康情感打交道的时候，应该如何是好呢？我们要了解到在当下这个5维度的世界，人与人的距离正在不断的拉开和变大，这也相应了水瓶时代的能量。人与人之间物理的距离将变大，我们有可能将会更多的通过科技通过设备然后有可能会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连结、互动和学习。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产生新的人际关系这些关系里边呢，除了人与人的之外，也有人与机器机器与设备之间的关系。一会儿我们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情还是金钱还是机遇等等，都会体现出水瓶时代当中来得快去得快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的循环加速了，所以呢这会帮助我们更快的去证实或者说见证到一些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经历，而这些经历的背后是让我们看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快的见证到什么是空。饮食方面在当下这个离火时代和水瓶时代，我们尽量的减少火气，更多的滋补
然后有可能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体现出的是一种清淡的心念，也会连接着我们可以去放淡我们的饮食，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更好的去规整一下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我们任何吸取到我们身体当中的包含了这个食物物质包含了一些气场等等，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内在由内而外的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更多的是减少和杜绝恶业饮食或者说过度的添加。那所谓的恶业饮食有可能会包括一些杀业，然后过度的添加呢，有可能这个当中会有很多化学制剂只是为了好看的颜色，只是为了味道好一点，没有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好影响和作用的一些添加剂和产品。当然，饮食这件事情是凭我们的自身喜好来进行调整。我们人生而为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多的由爱自己积累福德为出发点来调整我们的三餐和住行。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在这个时代我们会面临到很多健康方面的考验这都是我们进入离火时代之前前几个年度当中我们人类一起共同经历的非常刻骨铭心的一些人类的大事件和大波动。而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要与健康结缘的话，我们要去治疗我们的某一方面的问题的话，首先从养心和开心开始。好，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心轮需求什么，我们需要去重新的补养和滋养我们的内在，并且呢打开它。所谓的开心当然也有快乐和幸福的元素，也是让我们的心轮可以敞开，不再过度的封闭不再去遮挡和压抑我们的一些负面的有毒的元素在我们的心轮中央或者在我们的体内。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会很好的舒缓我们的情绪，再配合一些适当的运动和适当的爱好，相信呢培养我们对于生命的热情，重点是培养我们的内在跟我们的内在小孩内在的自我发生真实的有乐趣有爱的连结。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更热爱生命，以及将这一份爱回向给所有的人，回向给大众，以及回向给美丽的自然，大地的母亲。在沟通的这一个方面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人与人的这个距离在变得稀疏那我们和有可能是机器、器械以及 AI 之间的关系在变得更加的密切。那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呢，有可能会被人与 AI 的沟通，或者人通过某一些软体某一些数据模型发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最终也会产生更多机械和机械之间的信息流和信息流之间的互动和碰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理解到我们人类是技术的始作俑者我们去生发了技术，我们去提升了技术，也让技术重新的回向到我们的生命，利于人，方便于人。那如果反之我们在这些技术和这些信息当中不断的感受到新闻的爆炸然后信息的爆棚不断的惊起我们的眼球，刺激我们三观的事件和震动叠加，那其实就违反了我们一开始去进入这个信息的扩展和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利人爱人利他，爱世界爱宇宙的话，当下这些具有刺激性效应的信息会非常容易的给我们带来不管是顶轮大脑的震动还是我们心轮的震动，让我们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病态的生活环境当中。这样呢也会更加速划线并业会让我们过去的一些负面的业更快的聚集，更快的形成一个真实的反应。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非礼勿视，清楚信息的动向和优劣是什么，并且端正我们的信念，去集中的获得和连接良善的信息，有利于我们有利于他人的信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信息的互动和碰撞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在当下这个五维度的世界，我们要进入一个高维度的状态，我们的身口意的原则，我们应该如何去注重和整理一下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在传统佛教当中的身口意三业分别指通过身体、通过言语和通过意念造作的业力业力包括善业以及恶业，善业带来福报，恶业带来苦果。我们的这些行为和想法堆积起来，会影响我们的当下以及未来，其实也影响了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当下呢，生活在这个三维的状态当中，我们更好的去整理当下的状态，过去以及未来会相应的发生线性的改变。
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在未来也可以一起进行深入的探讨。那当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身口意三业的具体体现是什么。首先在身业的部分就是我们身体的行为。那身业呢，是通过身体造作的业力，在恶业和善行方面包括以下的3种。那恶业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杀盗淫，比如说有杀生的行为，有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正当的性行为并称3恶业。那在善业的方面呢，当然就是包括了不杀生爱护众生，慈悲的待人接物那不偷盗诚实守信，以及不淫邪，保持正当的关系和正当的心念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以及对处我们这个亲密关系对象的过程当中。在口业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佛学也总结了4种恶业以及相应的善行为。我们所讲的犯口业指的是妄语、两舌、恶口和绮语。妄语是撒谎或者扭曲事实导致他人的伤害。两舌指的是搬弄是非或者是说人短长进行挑拨和离间。恶口指的就是恶口伤人我们会讲话粗暴或者是言语侮辱等等。绮语呢，是绮丽的语言指的是比较夸张和有诱惑性的词汇，使他人陷入错误和迷惑。那所谓的善的口业包含了说话诚实然后言语和善然后用善言去劝诫和鼓励他人，以及用正向的言语不将人诱向歧途。意业的这个层面指的是内心的行为意业只是通过意念和思想造作的业力。主要的这个恶业呢，有3个部分，也有相应的3个部分的善业，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人类的习气贪嗔痴慢疑当中的贪嗔和痴。那贪呢，有可能是过度的追求过度的想要去拥有，包含了个人的利益和享受。那嗔呢，是嗔恨心怀敌意，或是有嫉妒和憎恨等等。痴是一种无明，在迷惑和对于事物真相误解的状况底下不着边际以及沉沦。那善的意业呢，就是相反，包含了不贪、不嗔和不痴。好，我们有十足的内心能量去进行感恩，进行布施。我们可以饱含慈悲和宽容心的待人接物。我们可以拥有智慧和正见的看待我们世界当中的每一件事物。Stacy 在这里认为注重我们的身口意可以解决我们在3维度到5维度包含了离火时代任何一个时代，我们可以依止以及可以视之为目标的比较好的行为准则。起码这会帮助各位善知识各位善良、优秀和美丽的灵魂积攒更多的福报和正面业力，更快地加速我们的显化以及提升我们的体验度。那我们也了解在当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总是提到娑婆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这当中有很多混杂的能量会经常从侧面影响、波及和诱惑到我们。那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更多的应该习惯性的去学会清理负面能量。所以当我们在这个5维度当中进行生活的时候，我们进行体验的时候，也需要将清除负面能量、净化等等作为我们生活的习惯和方法之一就好像每天我们要呼吸，我们要衣食住行我们要饮食起居等等。Stacy 认为去习惯性的清除负面能量，也会更好的帮助我在当下这个升维的阶段当中有非常好的保护和非常好的医治。刚刚我们讲的身口意是医治我们的内心和行为准则，那我们在能量场上也需要非常好的加持和帮助。当然只要每一位灵魂、每位朋友，你们的内心当中拥有了善念，就拥有了无数的护法神的帮助，拥有无数的天使就是天之使者的庇佑。那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份信息和能量，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屏蔽我们生活当中更多的负面能量。对于对治负面能量，制作一个光的保护结界Stacy 在我们这个学院的第1期当中曾经跟大家一起分享过一些部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阅览一下。大家可以很好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借助植物风水水晶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升和维系好我们个人的能量场。所谓的光的保护结界其实是你的所有的意念，
你跟这个世界交融的，比如说你是一颗水滴，你是一个巨大的光球，你和这个世界交融的那一个外缘，有非常强烈且牢固的信念的加持和光的加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很多朋友遇见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纷扰和复杂的一些干涉欲望的诱惑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快的将我们的能量安住在我们能量场的内在，去感受我们内心的信念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幸福的滋养和正向善业的滋养。Sassy 未来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完善和制造好我们这一个光的结界，不断的去扩充它，不断的去圆融它。那希望所有的朋友啊，在美好的光的保护当中，完成我们灵性的升级，快乐和开心的度过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的每一天。我们当下理解到啊，心念的能量非常之大，所以我们的愿力，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很快的会形成外界的影像，发生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因此我们开始注重我们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这当中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愿力、我们的愿望以及我们的显化。在我们从三维度到五维度融合和合一的空间场当中，我们要更加注重我们的能量要与愿对齐啊，我们要知行合一啊，与愿对齐是与愿力对齐啊。我们真正的愿望什么？我们发了什么样的大愿望？我们希望我们所投身的世界是如何的？我们自身又以什么样的一个姿态，美好的跟这个世界完成着共融，完成着共同的进步呢？这是与愿对齐的部分啊。在500多年之前，我们中华大地上优秀而充满智慧的圣贤已经告诉了我们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以及完全可以适用至今的心法。知行合一啊，强调的是认知和行动合一。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在行动当中完成和深化我们的认知啊，达到认知和实际两者相结合，完全统一的超级完美以及优秀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也了解到啊，知和行应该两者同时发生并融合为一体。这个理论很像是莲花啊，莲花和莲子啊，我们这个莲蓬同时从淤泥当中生出来，并同时成熟啊。莲花绽放的时候，莲子也成熟了。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和非常好的一个 sign 信息，在告诉我们啊，在灵性的修行的过程当中，知和行合一，也会让我们非常完整和丰盛的充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体验，并不是空修啊。特别是当下我们这个离火时代和水瓶时代啊，我们人间的道场已经纷纷扬扬的转移到红尘了。每一位朋友，每一个灵魂都需要在这个时代，在红尘当中淬炼，在事情当中淬炼，从而得到在灵性当中真正的突破，从而学会如何去爱，如何去广大的爱。在这里呢 Sassy 也非常荣幸啊，再分享一个阳明先生送给我们的心法，非常的适用于我们当下这个末法时期，好，这一个离火的时代，对治我们的焦虑、欲望和犹豫啊。阳明先生讲的是，这是我们成就大事的过程当中的三贼啊。好，3个大障碍。那欲成大事，先破三贼，我们应该如何破呢？坐中静，破焦虑之贼；舍中得，破欲望之贼；事上练，破犹豫之贼。三贼皆破，万事可成。所以这边讲的也非常清楚啊。如果我们焦虑的话，我们需要静坐，好吗？我们可以打坐啊，可以冥想一下。如果我们有太多的欲望和心念的话，舍中得啊，我们需要先去舍去，甚至学会利益他人，学会布施，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更加丰盛、更加完整和有价值的收获。事上练啊，在犹豫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事情上不断的淬炼自己，一遍一遍的将这个知行合一的心法，注重身口意的心法，或者说我们许愿和显化的心法练就出来啊，把它变成一个灵性上的肌肉记忆，让我们当遇见对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快速的反应和认知。好，这一切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在为人以及在灵性上，在灵魂上的优秀，都是可以通过我们不断的淬炼，去不断的造就，不断的炼化的。这也是我们来到三维世界非常重要的目标和指标之一。在这里 Sassy 非常祝福每一位朋友，每一个灵魂，你们都是勇敢的，
你们的灵魂为了如此的使命啊，可以入胎出胎，来到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历经无数的劫难。相信啊，当我们慢慢体悟和觉察到光的方向的时候，我们灵魂的希望和灵魂的高学分就在前方了。在此 Stacy 祝福大家，鼓励大家，以及尊敬和赞叹每一位来到影片的朋友，每一位重要的发光的灵魂。祝福你们，我爱你们。我们刚刚讲到了佛学和心学当中的一些概念，那在灵修当中啊，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会遇见非常非常多的方法，我们有可能每天翻阅资料啊，有可能接触一些知识、善知识等等啊，都会传递给我们非常多的信息，你要如此这般去修，你要如此那般去疗愈等等。面对如此多而复杂的信息啊，很多朋友会问，我应该选择哪一门呢？那哪一个方式是最好的？我应该相信和恐惧一些外在力量、外在能量的存在吗？我们灵性的修法要如法，所谓的如法炮制的如法，就是我们会在经典当中，在过去的古典籍当中，在圣贤的智慧的启迪当中，找到我们真正的依止。这样的依止啊，一定通过了前人的试炼和总结，因为我们做人啊就是100年，而这100年当中，我们可以去经历和体会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我们刚刚所讲的衣食住行啊，我们在情感、金钱、健康上面的欲望啊，我们为人的痛苦和烦恼等等，所以大家的灵魂一定了解你们需要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纷纷扬扬的灵性的曙光正在照亮我们的大地，我们应该望向哪一个光圈？我们望向太阳的方向，我们望向宇宙最深处光亮的方向，那就是我们心灵的来处，也就是我们最高的意志。所以有更多朋友啊，如果你们在见习宗教当中的一些修法，开始这场灵性的探索和灵性的提升的过程当中，一定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所有的修法要如法。当我们的心灵充满了善念，并且有意志的时候，一定会有诸多的护法神啊，天之使者在我们的左右，来保佑和加持我们的能量保护光圈啊，所以每一位灵魂，你们都是重要且发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啊，要有参照，有依止，不轻信，不妄信。其实在很多经典的典籍当中啊，已经为我们很完整的介绍了所谓的这个系统性的修法在哪里。因此呢，在未来 Stacy 也会更多的跟大家去进行一下这一方面的分享和共同的学习进步。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位朋友信任你心灵的能量，信任你内在的声音，感受你的感知。当你的内在充满爱的时候你的路一定充满了光环，你的整个灵魂会帮助你不断的发光。你走的一条路是光之路、花之路，这条路一定不会错。当各种各样的欲念来考验我们当模考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身心也保持着清淡，也保持着向光的决心、向光的勇气，这会成为我们内在不会被撼动的强大的能量。Stacy 也在此祝福大家，在我们灵性的体验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感受到我们内在的充盈完整，它会演映出外在一个美好和真实的广阔的世界，有更多的跟我们同频共振发光的灵魂将会因此进入我们的生命，并且跟我们共同完成彼此的显化，完成一个美好地球的建设，完成5维度的美好的光的连接。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一个个体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的饮食起居起心动念了。在当下我们首先第一点应该做的绝对是补养我们的身体，平衡我们的阴阳能量。因为当下这个离火时代有可能阴气会变得更加炽盛，而阳气其实同时也非常的猛烈，所以我们这个能量的平衡和滋补是极其重要的，而且这个能量会在我们的体内和体外不断的进行循环。所以当下这个阶段呢，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去补养我们的身体，好接受更多的充足的自然能量，让我们的饮食起居呢处在一个比较规律、比较平和的状态。所谓的阴阳平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八卦图，你的内在有阴性能量，有阳性能量，阴阳的平衡是能量上的平衡。那在我们的行为上，刚刚我们提到知行合一，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八卦图当中的阴阳合一。当你知道，当你去实践当我们实践同时感知的时候，这个阴阳平衡的能量相信会更快的扩大，以及促进我们整体能量场的扩充。在我们这个离火时代身心躁动的时代，我们也应该平复我们的心绪收摄心念。
所以我们的心念啊，如果我们把一些注意力放在其他人的身上，放在周遭的事物上，去关注一些八卦，关注一些热点的时候，我们的心念在这个上面，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某一种我们自己都不得而知的贪嗔痴习气。这些习气啊，会席卷我们的精气啊，并且将这些精气全部都赠送给、奉养给一些负面能量了。所以收摄心念，我们也可以经常的进行一些冥想和打坐的练习，感受我们内外的合一。我们说定能生慧嘛，在定当中，我们可以去感受到我们智慧的提升，在智慧萌生之时，我们也越发的会沉定下来。在越发沉静的基础之上啊，我们会扩大我们的心量，也扩大我们爱的水准，将爱的水准提升为慈悲的格局。我们每一位众生，每一个灵魂，每一个朋友，屏幕之前的大家，就是在三维事业当中实实在在的菩萨了。佛在《法华经》当中提到，我们每一位众生，每一个灵魂的内在都有熟成的佛种子，所以大家都是佛与菩萨的一员。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起心动念能量之高，能量之广，是我们不可想象以及不可思议的。当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发出震动，发出更高频率的震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震动到当下以及未来，甚至连接到这整个的宇宙。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了你的内在能量，你的伟大，你的重要，以及你的光环。所有荧幕之前的朋友啊，祝福大家在灵性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你内在的源源不断的爱和能量。这就是回归本源的感受。 Stacy 在此不断的祝福大家和鼓励大家，祝福荧幕之前所有的朋友们。最后的这个部分， Stacy 跟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下练习。我们今天一起来练习一下啊，如何发念、护念、感念和到无念的状态，让我们的念头慢慢的都可以得到整理，得到平复，让我们的念头转化为正念和善念，转化为我们的福报啊！大家可以在安全和安定的状况底下，好静静的坐稳啊。好，如果站着的朋友啊，就是慢慢的站稳。有一些朋友如果在躺着的话，也可以摊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开始躺平啊。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头脑当中当下的念头是什么。有更多朋友有可能正在看我们的影片，所以大家有可能会看到有 Stacy 在的屏幕，或者听到 Stacy 的声音。让我们当下静静的、轻轻的开始去触碰和感受一下我们的念头在哪里。你在想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当下的你是怎样的？好，静静的呼吸和平缓我们的念头。好，这个时候请发射一个祝福的念头。Stacy 在这里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发射好这个善的念头之后，让我们静静的拥抱我们自己以及这个念头。好，护住我们这个善的信念，并且鼓励、赞扬和感恩自己。你做得很棒，你再发射一个善的念头，这个念头将会通过你的身体，通过你的外围能量，回向给你周边的世界以及宇宙，并通达到我们的源头。这个时候啊，有可能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感应和感受，有可能我们会感受到一些高振动，带给我们身体的一些触及和影响。有可能一些朋友会感受到你周边的护法神和天使正在送给你祝福的频率。尤其是当我们在念诵咒语啊，当我们在祈福的时候，这些感应有可能会比较明显。也有些朋友这些感应呢，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突然的回向到你的身边。我们的身体突然的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一股暖意，我们在跟一些人谈话，想要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重要的提示。好，这个过程是感念。好，当感知到我们的念头已经回流到我们的世界的时候，轻轻的触碰它，轻轻的拥抱它，在内心当中信任和确定它。剩下的一个部分是无念，在这个念头之后，让我们轻轻的将一切都释放给宇宙。我们的心态是轻盈的，又回归到了透明的状态、舒适的状态、当下定的状态。当你什么都不想，当你全然的相信，当你已经完成了这场交流，你的内在是无念的，你的本身是来自于无念。
过去复杂的内在矛盾、复杂的猜测、不安全感、痛苦、隐忍、愤怒等等，只是我们的念头投射到我们世界的倒影一片罢了。而这些影像已经全部在你无念的时候被打碎和收回。好，轻轻地感受我们身体的轻松，收回我们所有的念头，感受我们的念头在一个爱和光的境界里边，你一切的念力在被接收，在被投影。请放心地感受这一切，你是绝对安全的。时常让自己处在一个无念的状态啊，或者说我们可以不断地感受一下我们的发念、护念、感念和无念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可以进入非常不错的念头的循环，放弃掉一些杂思和杂想，并且更好的去信任我们自身，以及信任我们和宇宙的连接。祝福大家可以不断的自我滋养的同时，也达成我们生命当中幸福的指标，完成我们内心当中所有的愿望。宇宙会祝福和支持大家。在这个水瓶时代啊，我们有很多正向的能量和正向的部分在体现出来，我们会更加自由，会更加欢乐，我们会更容易的展现真我，接受真实的自己，以及真实的看待这个世界。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快乐和自由，让我们在当下这个离火时代、水瓶时代啊，积福行善，积德，发善心，动善念。我们可以慈悲众生，也可以慈悲自己的时候，一切将会以我们所想的方式更快速的发生和集合。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我们今日的5维度生存指南就聊到这里，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今日的学习，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和一些小小的灵感启示。在下一期啊 Sassy 非常的有幸跟大家共同的学习最强如愿法，我们一起学习宇宙最高和最善的成愿方法，来帮助我们进行光速的显化。Sassy 在此啊，在我们的星际学院守候大家一起归来，进行我们未来的学习和探索以及体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